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这个影片呢，安格斯要来跟大家看这一颗蝴蝶兰，它是一颗迷你型的蝴蝶兰，它的名字叫做维维安 Valsogo Vivian。 这一颗呢是我最早的一颗，我总共有3颗，分别是大中小。那这一颗呢是属于中型的，虽然它也是迷你蝴蝶兰，但它是中型的这一颗，但是是我最老最先买到的一颗蝴蝶兰。这颗兰花在去年开完花没多久就开始长根长叶哦，就开始把它的完全的精力都集中在长叶子长根上面。那从8月到10月呢，这当中其实它就是根系一直在冒新的根系，然后呢中间的这一片叶子有多一片叶子出来。那到了2018年的11月初的时候呢，它新的叶子就比较明显。那这一次的叶子出来呢，其实比它上片，就是它左边你看到那一片来的要好，因为呢它现在比较怎么说，比较稳定哦，所以它出来的这叶子，它黄色的这个沟边比较明显。那这个跟天气啊或者是养护上面有关，不过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那这一颗兰花呢，其实在2018年的年底开始冒花梗，但是到了2019年的1月中下旬啊，它其实才开始真正在长花苞。然后呢，要差不多1个半月左右，到了3月初，2019年的3月初，它才打开第一朵花哦。所以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说真的算蛮长的，1个半月的时间。不过呢，还好这颗兰花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还算小心啦，所以这颗兰花今年开花也是一样哦，没有掉蕾或消苞的情况，所以是相当不错的。这颗兰花之所以特别的原因，其实我个人不觉得是在花上面，而是在它的叶子，因为这个叶子总是让我想到黄金葛。再来就是呢，因为一般兰花的叶子都是绿色的，而且它有这样子的出翼沟边的这个黄色边边，所以我觉得是就算它没有开花也有观叶的价值。那在西方这边，其实我听过一些兰友他们在 YouTube 上面分享他们对维维安的调查，是说这个是在育种的时候呢有加一些病毒进去，这本身它的组织，所以它每次长出来的叶子会是这样子。但是呢，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兰友，他那个时候在我一个影片下面评论是讲说，这个其实是因为一直被人家盗去，然后一直重复的就是繁衍到后来变种，基因突变。那我不知道哪一方才是对的哦，反正我个人呢，那不管它是怎么来的，我是挺喜欢看它的叶子的，所以呢，在这部分呢，我就不会去钻研说，特别说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2019年的4月初呢，终于这颗兰花把所有的花苞都打开了，那也相当的精神，看起来相当的不错。而且这颗兰花我印象中它的这个花期也挺久的所以呢，这颗兰花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今年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养护方面的话，这颗兰花是种在陶盆瓦盆里面，那里面的介质呢，我其实过了快2年了吧，2年了，至少2年还没有换。那它里面的介质是40%的水草，加上60%的火山熔岩，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就是树皮，因为当时我记得我还有一些剩下来的树皮，我就全部都把它丢进去。但是主要是水草比较容易吸水的这个部分只有40%，那个是我当时比较喜欢用的一种混合介质的这个比例。
那陶盆来说，一般来说呢，新手比较不容易掌控。但是其实陶盆它唯一的应该说其中一个好处是说啊，它其实如果你用显微镜看它的组织，这个陶盆啊，这个瓦盆，其实它是非常透气的，因为它其实有很多小的这个毛细孔是我们看不到，所以它其实蛮助于水分蒸发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早期啊，在养兰的时候，大部分大家都是用这种材料的盆子，那它配合树皮啊、水草，其实都有不错的效果。那对于新手来说，它坏处就是呢，你看不到根系，看不到盆里面的情况，所以这个部分呢，在水量给水的这个控制的拿捏呢，对于新手来说，用这种看不见盆内状况的这种容器来说呢，就会比较难度会稍微高一点的。要么你定量，要么就是你要有很好的通风。那有时候是手指头稍微往下伸看看湿度之外，有时候是手拿起来看看重量。这个其实我在一个在专门讲水分控制的这个兰花影片系列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说有哪一些方法是可以来教你怎么判断是不是应该给兰花浇水。那这边的话，你看到它外面其实有一个透明的塑胶杯，那个杯子我通常就一直摆在这个小陶盆的外面，原因是因为这个杯子呢，就是我浇水，然后承接水，然后再进而让它浸泡的外杯这个容器。那我一般来说呢，我就是由上往下倒水，在它这个瓦盆最上面的边缘把有水倒进去。那我会倒稍微快一点，一旦它高到要满出来，我就停止，然后就让它的水慢慢的流下去之后呢，然后在这个透明的杯子里面慢慢的升高。那我就是让它这样子泡着，泡，一直泡到我要把我所有的兰花都把多余的水倒掉的时候呢，我再把它们倒掉。那一样就是尽量就是沥到它不会滴为止，我再把它放回去。那这颗因为它是迷你蝴蝶兰，那我因为大部分的蝴蝶兰都是1/4浓度的肥料，所以这一颗也不例外，它也是1/4浓度的肥料，然后每周都给，只有月底比如说1个月一次，然后用清水来浸泡它，否则的话呢都是1/4的肥料。那这一颗完全是用浸泡的，那它每一次的干湿分明，在我这边来说基本上1个礼拜就没有问题了。那在它本身花上面的特色呢，其实它的这个颜色挺受大家喜欢的，看起来就是桃红色，挺喜气的。不过它没有香味。再来就是这颗迷你的蝴蝶兰呢，其实它也没有续花性，所以差不多7到10天。花开完之后，它的花梗呢就会逐渐的开始变黄，然后干枯。所以这颗兰花基本上每一年呢，它其实一开完花，我就差不多准备会把它的花梗剪掉，因为这颗兰花没有续花性。迷你蝴蝶兰好处有很多，但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占很多的空间，所以呢，比较方便能够在有限的环境、有限的空间里面呢，拥有比较多颗不同的兰花。那养迷你蝴蝶兰其实也跟大部分其他兰花照顾是差不多一样的，唯一的差别是，特别是迷你蝴蝶兰，因为它的根系不会长得太多，所以呢，当你在换盆或是选择容器大小的时候呢，如果你有稍微较大跟少一点的杯子，你宁愿选小的杯子，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介质就不会放得太多然后你也比较容易能够控制水量，再来就是也比较能够提供完整然后又快的干湿循环。因为其实你如果让整个容器很湿，它到最后一定会干，但是这干湿的这周期多久，有时候呢太久就会很容易让你兰花在盆里面的根系造成溃烂。那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是大家常常新手啦，大家新手来说比较常常忽略掉的，就他觉得容器都可以，然后介质放进去，然后倒水，但他没有考虑到就是说到底能不能够很快的提供他一个干湿循环，比如说7天10天等等。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